1个时辰后，他醒来。你到底是谁？我不是苏月瑶，不是他，不是他，他在掉下山崖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你是在给他报仇吗？那你早点干什么去了？他被苏家赶出去的时候你在哪？他为了见你可是花了好多钱，他没有钱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听到了苏月雅的话，上了那辆去往山崖的马车。你现在做给谁看？你以为我愿意当他吗？我为了活着在山里走了1天，没有人问我要不要来这里，我不想来的，不想来的。我甚至来的时候1个铜板都没有，1两银子也没有，都没有，我没有选择的，没有。苏月瑶崩溃的大吼出声，说完直接又再次晕了过去。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看着粉色的床帐，想到昨晚发生的事情，有1刻的难受。星辰要嫁给他，就是来核对他的身份的，核对他到底是谁吗？机主醒了吗？要起来吗？等到穿好衣服后，星辰问道：我已经给蜀军和策军他们敬过茶了，一会儿机主和我去一个地方。这里种了各种鲜艳的花朵，整个山谷弥漫着阵阵醉人的花香，美不胜收。他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这里的风景，就被星辰带着来到了一处墓前。墓碑上没有名字，这是原主父亲母亲的墓碑吗？星辰啊，你来了。小女君，是你吗？文叔，她就是父亲的亲生女儿，我昨日已经嫁给他了。好，真好，公子在天之灵看到会安息的。小女君，你的眼睛和你父亲简直一模一样。这些年你受苦了，我是你父亲的贴身仆从。你好。给父亲和母亲上炷香吧。你给父亲说说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还有交代你的来历，我和文叔去那边。苏月瑶看着眼前的墓碑，心里有些发堵。你好，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我占了你们女儿的身体，想想真的是造化弄人。如果你女儿早些被星辰找到，说不定就不会死了。你们是不是和你们的女儿相遇了？你们倒是团圆了，我呢？您给您女儿真是挑了一个大的靠山呢，靠不好随时还会被她弄死。我又不是害你们女儿的罪魁祸首，我也不是故意占着你女儿的身子的。你们一家团圆了，留我一人受罪。真的搞不懂，搞不明白，事情怎么就会变成这样了？我到你们女儿身子里没有享过1天福也就罢了，关键是1分钱都没有。你女儿的名声啊，差点没有把我坑死。我如今把你女儿名声整得好听了，你又派了一个养子来折腾我。我上辈子是挖了你们的祖坟吗？能不能不只坑我一个？您要是保佑您女儿的身体，那就请赐给我力量吧，让我将来的某一天把星辰踩在脚底下，狠狠地虐死他。您不能只想着他这个养子，我用的身体可是你女儿的，给点良心吧。我一个现代人，之前信的可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没想到有一天会在一个墓碑前让里面埋着的人给点良心。不知道你们3个投胎没有？要是没有，我倒希望你们去我的世界看看。虽然我在那个世界也不受人喜欢，养父母偏心亲生的孩子，想把我卖给大10几的男人，又各种压榨我。那里的我自卑、内向、懦弱、社恐，又不合群，除了挣钱就是学习，一心想要挣够钱还给养父母养育我的钱财，就能过上新的生活。可惜我来到了这里，这里对女子如此优待，我终于慢慢不再自卑社恐了。可是还是一样的菜。好在我娶了3个郎君，他们个个对我都很好。也许他们刚开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真心的，
但是以后我们能当做家人一样生活，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以前的我，有个家对我来说就是奢侈的，如今的我，真想穿越回去，那里最起码安全能得到保障，这里我就是被宰的羔羊。星辰，你要是不喜欢小女君，可以不嫁她的。父亲临死前最大的遗愿不是如此吗？再说，苏女君如今这么有才学，我嫁给她挺好的。公子当时又没有非要你如此，是给你自己选的。他其实更想让你以后好好活着，有能力替他好好的照顾小女君。这些年你报了公子的仇，如今又找到了小女君，你身上的担子该卸下来了。要是让清晨知道你嫁给小女君了，他怕是要跟你急呀。我说他为何突然要出任务，星辰，是你做的。他在这怕是很反对，等过2日他回来，我都嫁给苏女君了，他也就认了。哎呀，你说的轻巧，回头他来找我，我还要哄他。婚叔，你年纪也大了，也该下山了。父亲这边我派其他人守着。我呀，陪了公子半辈子了，已经习惯守着公子了。等我守不动了再说吧。如今小女君也被你找到了，她如今又如此有才学，以后又有你护着，想来公子能彻底安息了。等过2年，小女君给你生个孩子，到时候我再下山也不迟啊。文叔，我和苏女君就先回去了，以后我们有空再来看你。如果昨日他没有那么逼问他，想来还有一丝机会，如今他心里怕是恨死他了。孩子他从未奢求过，再说他也从未想留下过后代。走吧，我们要回去了。哦。之后星辰搂着苏月瑶的腰往山下飞去，只是快到山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群黑衣人，把他们包围了。苏月瑶看到这一群的黑衣人，又看向星辰，这是他的仇家。你们要是寻仇，能不能趁着他不在的时候杀他也不迟啊。星辰看着一群黑衣人，很是淡定，直接出招。苏月瑶看着他从腰里直接抽出了一把剑，把离得最近的2个黑衣人给抹了脖子。苏月瑶第一次见如此干净利落的杀人。害怕就闭眼。苏月瑶听到，直接闭上了眼睛。星辰搂着苏月瑶的腰，一只手对抗着黑衣杀手。空气中越来越多的血腥气，还有刀剑碰撞的声音。这恐怖的战斗力，他怕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把人踩到脚底下吧。领头的人看着星辰武功如此高，看着死的人越来越多，就对着剩下的人大喊道：快攻击他怀里的人！苏月瑶听到，第一反应就是想要骂人。我操，你们斗殴关我什么事儿啊？有本事你杀了星辰，我说不定还要说声谢谢你呢。苏月瑶看黑衣人越来越少，心里刚松了一口气，就发现刚倒下的一人后面，另一人直接拿着剑刺向他。他吓得眼看着剑就要碰到他了，突然星辰一个闪身，星辰挡在了苏月瑶的面前，剑直接插进了星辰的肩膀里。那个刺剑的黑衣人直接被星辰杀了。插进星辰肩膀的剑直接拔了出来，星辰一声不吭的一个飞起，把黑衣人首领刺穿。至此20多个黑衣人全部被星辰一人杀了。你……我没事，我们赶紧离开这里，一会儿怕有野兽出没。再说这尖山可是替你挡的。我没有要离开，我是想要下人给你准备一些金疮药。不用准备了，屋里有。苏月瑶认命的跟着星辰回了屋。麻烦妻主给我上药包扎一下。苏月瑶把药倒在他的伤口上，又拿起桌子上的布条给他包扎了起来。他还是第一次给人包扎这么血腥的伤口，他的手下意识的有些抖，但是还是忍着给他包扎完。全程星辰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都觉得这
这人没有疼痛感，这么深的伤口啊，最起码不闷哼2声吗？等苏月瑶包扎好后，整个人都出了一身的汗。西主，你要记得，我也是你的郎君，你怎么对主君他们，就应该如何对我，不然我怕是会忍不住的做出出格的事情呢。我对主君他们是因为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所以我关心他们，想着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不是演的。所以你要我那样对你，我做不到。那以后你要喜欢上我，发自内心对我。星辰，你说这不觉得可笑吗？你想知道我到底是谁？每个人都有秘密，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昨晚上那么折腾我，你觉得我是疯了还是傻了，会去喜欢你？那你其他郎君的命不要了，是吗？你要是敢动他们，我也绝不独活。你去动手啊！不管我身体里是谁，我都是义县苏府长大的苏月瑶，我都是父亲的亲生女儿。你如此逼迫我，有意思吗？你也知道你想知道的，你也满意了。今日我也去拜父亲的墓，你还想如何？我不想如何，我的目的不是嫁给你吗？以后我就是你院中的郎君，你要喜欢我，好好对我。不可能，星辰，你不会心里有我吧？如此上赶着现身，看我在房中被你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想要我低头害怕你，好让我顺着你的意思走，这样还让我去喜欢你，你配吗？你把我身份的真相告诉了我的郎君们，你让他们为了我的生身父亲，感念你替我报了父母之仇，说服我娶了你。你算出来我的郎君他们怕你会把我的身世泄露出去，为了我的安全，他们就一定会说服我娶你。你利用了我的郎君让我娶了你，你如今又要用他们的性命来威胁我。我现在不怕你了，你只要动他们，我就死给你看。苏月瑶，你越来越有意思了呢。如今我觉得嫁给你是最好的，父亲的遗愿我也完成了，你也很对我的脾气，最起码我碰你不会让我觉得恶心。星辰，你有势力，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我父亲的恩情在你替他报仇后就已经还清了，如今的我们没有一点关系，而且所谓的父亲遗愿也和我没有关系，所以请你离开我的视线里，我这辈子不想再看到你。苏月瑶，我和你父亲发生的事情是你说还完就还完的吗？你占着他的身子，你就是他，如今我已经进了你的后院，你觉得我会半路离开吗？就这么想要留下当我的侍君？我明确告诉你，我不会喜欢你，你想要的我永远都做不到。那你就给我装得像一点。苏月瑶，从你让我开始注意的时候，你的命就握在我手里。也许你是不怕死，又或者想死，但是你觉得一个杀手组织里那种让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手段还没有吗？当年父亲也是用这样坚定的眼神告诉施家女，他的此生只爱母亲一人，没想到到他这里是对他的恨意。今日劫杀本阁主的人是谁派的？星辰坐在椅子上，看着下面跪着的一众人。阁主，属下查到是暗室那边的杀手发现您的踪迹，才派人来杀您的。本阁主的踪迹是谁泄露出去的？可有查到？阁主，属下并没有查到，想来是无意中被发现的吧。无意被发现的？会有这么巧的事情？给你1天时间，查不出来，直接卸职回去受训。是，属下一定查个水落石出。传令凤都所在天字辈的杀手全力围剿暗室，给你们10天时间，让江湖上再无暗室。遵命，阁主，属下这就下去传令。当星辰忙完事情回到屋子沐浴过后，踏入卧房时，苏月瑶已经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她的呼吸平稳，只是眉头紧皱，睡得不是很安稳。星辰静静地站在床边凝视着她，心中涌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感觉。这难道就是有人守着等待他的感觉吗？然后缓缓躺下，将自己的身体贴近苏月瑶。
他的手搂住她的腰，感受着她柔软的肌肤和温暖的体温。星辰低声呢喃：我该如何对待你呢？从背后搂着她，慢慢的睡了。翌日，苏月瑶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星辰的怀里，吓了她一跳。大清早的送了一颗惊雷，这人这个时辰不起的吗？她刚抬头，发现星辰睁开眼睛看着她。你什么时候醒的？起初你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醒了。那你放手，我想要起来了。我今日有事情要忙。时辰还早，再陪我睡一会儿。星辰继续搂着苏月瑶，闭上眼睛，姿势是一点都没有动。还有，昨日都说到那样的程度，这人还能若无其事的和他如此，他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我今日真的是有事，明日我要入宫给陛下送礼，大皇子的聘礼我还没有准备好。星辰听到这里，睁眼看了他一眼，直接起身了。终于可以起来了，能离开这院子就是最好的，以后他坚决能不来就不来。两人坐到饭桌上，发现膳食已经摆好了。他刚刚在内室并没有发现外室的动作，这些下人好强悍啊，好像他们都知道星辰下一步要做什么，出现的分毫不差。星辰是怎么培养出来这样的人呢？而且桌子上的膳食都是他喜欢吃的，和原主之前喜欢的一点都不沾边。他将肉包放入口中，轻轻咬了一口，顿时一股浓郁的肉香在口腔中弥漫开来，肉汁鲜嫩多汁，与松软的面皮完美的融合，让他眼前一亮。一个简单的小肉包的味道竟然如此美妙，甚至比杨千寻他们找的厨子做出来的还要好吃。之后他又加了其他几样小菜，味道都不是一般的好。星辰看到苏月瑶吃的欣喜的表情，心里松了一口气，好在能有让他喜欢的。苏月瑶一直在享受美食中，简直彻底的把星辰忘了一边了。这还是他穿越过来吃到最好吃的食物，都能比得上宫中的御膳了，甚至更胜一筹。他终于出来了，这2日他的心比坐过山车都来得刺激。女君。春日和春霜出现在门口，对着苏月瑶行了礼。苏月瑶看见春日和春霜2人，感觉恍如隔世般呢。他终于见到正常的人了。主君还有侧君他们在府上吗？2位侧君出门去了药堂，主君在处理一些事情。我们去书房，我今日有事要做。好的，女君。阿瑶。芊芊。苏月瑶看到杨千寻也很开心，她直接扑过去抱住了他。她真的好想好想芊芊的。杨千寻没有想到苏月瑶会抱住他。阿瑶怎么了？是不是世君让你不开心了？没有，是我感觉2天没有见你了，有些想你。阿瑶今日的装扮倒是比往常更美了几分。是吗？我没有太注意。今日你忙完了吗？看来世君对你是上了心的，不然这些好东西不是有钱能够买到的。是吗？回头我还给他，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提他。芊芊，今日你陪我去书房吧，我写些东西，你帮我抄录出一份。此刻他坐在书桌旁，深吸一口气，拿起毛笔开始写字。他准备把36计这本兵书默写下来。女皇已经惩治了谢策军，那么他是会慢慢的对谢氏一族动手。他已经提供武器和练兵的方法，下面他要给女皇的就是兵书。有了兵书，将来就能更好的培养出更好的将领。这个应该是眼下陛下最想得到的。只是孙子兵法，当年他偷懒只背了一半，后面只是大概看了看。这个还是需要他一点点的回忆出来，只要给了女皇想要的，那么任何世家就更难对他动手。这是兵书。阿瑶，你快抄写吧，这是我给陛下的礼。阿瑶，这书要是真给陛下，阿瑶怕是此生都难以出风都了。特别是武将之家的世家都会看着阿瑶的。这世间很少有兵书流传的，而且大部分的兵书都是根据每场战役将军自己一点点总结出来的。但就是这样的书，也是在那些世家手里。
我知道的。如今我们生活在凤都，只能靠陛下。我想要更多的力量去护着你们。如今我只有让陛下看到我的能耐，陛下才能护着我。好，阿瑶。我准备把你抄写的这一份给副统领。可以的，但是阿瑶要给陛下说明。我会说的，你要是有时间可以再抄一份，我们留个底。我知道的。芊芊，之前我们在义县开的西路书肆，当时说要在凤都开一间，你准备了吗？书肆已经营业，选在城东的一间2层铺子，只是位置不太好，有些偏僻。以后七路书肆会拍卖我的画作，还有专供一些书籍，类似劝学之类的文章。芊芊，麻烦你写出一份契约来，七路书肆以后盈利的30%给陛下。好的，阿瑶。芊芊不问我为何这么做吗？七路书肆阿瑶如果真的要提供类似于劝学的文章，凤都的文人终是要踏破书肆的，之后那些世家怕是不想如此好的书籍流传给平民，会拉拢阿瑶，甚至会对书肆动手。阿瑶给陛下30%利润，那也就是陛下也参与了，那些世家就不敢轻举异动了。阿瑶明日进宫可以让陛下写下牌匾。芊芊，你想的真周到，我都没有想到让陛下写牌匾，这样有御赐的牌匾在，谁敢出手？芊芊，我之前拍卖挣的银钱，还有之前杨家、郑家的赔偿，有多少银钱？阿瑶，除去这段时间为阿瑶买的铺子的支出，剩下的还有15万两银子吧？拿出来10万两银子吧。好的，阿瑶，这些都是你要给陛下的礼。银钱虽然不多，也算是我大半身家了，也能让陛下看出我的诚意。阿瑶，我和策军手里也是有些银钱的，可以给。不用你们出，我娶大皇子的，这些都应该我来准备。我还准备再给陛下画一幅百鸟朝凤图，就这4样吧。阿瑶准备的东西我都心动了呢。你不用心动，我都是你的呢。是啊，现金也是阿瑶的。阿瑶，我们先用膳吧，之后我再陪你把画画出来。好啊，你不说我还不觉得，我现在确实饿了。几人到了膳食厅门口的时候，发现站在门口的星辰。苏月瑶脸上的笑容一瞬间顿在了脸上，特别是他看到星辰脸上那似笑不笑的表情，他感觉此时有些糟糕。3人看到星辰，第一眼眼神都顿了下，好俊美无瑕的人呢，每次见到都会让人多看2眼。他们3个都在星辰身上的时候，没有人发现苏月瑶那张越来越苍白的脸。星辰走上前，对着几人行礼：见过七主、主君，2位侧君。行礼很恭敬，特别标准。师君不用多礼，请起。多谢主君。七主是不舒服吗？怎么脸色这样不好？我没事，刚刚走得有些急了。七主这是要用膳吗？不知我可以一起吗？当然可以。膳食厅已经备好了晚膳，甚至有几道他们从未见过的菜色。我让小厨房专门上了几道微辣的菜式，想着七主会喜欢的。师君有心了。几人都没有动筷，空气中总感觉凉丝丝的。都动筷子吧。好的，七主。七主，你今日都没有给我加我喜欢吃的菜。元景，好好吃饭。苏月瑶看了眼陆元景，这孩子没有感觉空气里的味道不对吗？但是苏月瑶还是给他加了平常他最喜欢的蒸丸子。给你最喜欢吃的。嘿，七主真好。阿瑶，今日厨房采购了一些虾，很新鲜，你尝尝看。好啊，芊芊也吃一个。好。陆元义中间也给苏月瑶加了菜，苏月瑶也给他加。星辰带来的几个菜，苏月瑶一筷子都没有加，场面又回到冷清的状态下。除了吃饭的声音，再没有人说话。阿瑶，去院子消消食吗？好啊。阿瑶，你和星辰到底怎么了？你很不喜欢他？是啊，七主，你要是不喜欢星辰，那就不去他的院子。七主对不起，我刚刚不知道。苏月瑶抬头刚想和他们说什么的时候，
发现不远处站着的星辰，整个神情带着阴冷，他好像还在等苏月瑶会如何说。但是他能深深地感受到星辰的威胁。苏月瑶手握得很紧，他看向杨千寻、陆远义还有陆远景，笑着说道：我没事，我只是刚和星辰在一起有些不自在，没事的。今日是他进门的第3晚，我理应陪着他的，你们都先回去吧，我和星辰回去了。阿瑶，你……我没事，你们快回去吧。苏月瑶走到星辰身边的时候，那种狠狠的压迫感超级明显。苏月瑶甚至是不敢抬头看星辰的脸。如今的他太弱了，杨千寻他们3个压根抵抗不了星辰。他想要他们都好好的，之后离开了。主君，到底是怎么回事？回书房说吧。苏月瑶和星辰刚刚走进屋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星辰突然一个转身，将他紧紧地抵在了门上。紧接着，他炽热的嘴唇毫不犹豫地覆盖住了苏月瑶的双唇。这个吻来得如此凶猛，仿佛要将苏月瑶吞噬一般，让他有些措手不及。苏月瑶被这突如其来的吻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开始想要拒绝他的吻。星辰，你放开我！他本能地伸手推着星辰，试图想要逃开他的束缚，但星辰却不为所动，依旧紧紧地压着他。苏月瑶不想被星辰如此对待，她发狠地使劲咬了他的舌头，顿时嘴里充满了血腥气息。星辰松开一些。苏月瑶，你真的很好啊，前日的教训还不够吗？难道你还想再来一次？你别碰我，我根本就不喜欢你，一点都不喜欢，你给我走开！我说过，你即使不喜欢也给我装得像一点。你这么在乎他们3个啊？不然怎么会当着他们的面走向我？要不我让他们3个都过来，看看你是如何为了他们委屈我，让他们知道他们亲自把自己心爱的妻主推给我，让我这么折腾你。我以后会好好对你，别告诉他们。星辰看到苏月瑶的示弱，但是他的怒火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烧得更旺了。今日我给你穿的衣裳、发簪呢，还有午膳和晚上我准的膳食呢，你吃了吗？我以后会穿会戴的，膳食以后我也会吃。苏月瑶，你好得很。星辰一把将他扔到床上，苏月瑶紧闭着双眼，身体蜷缩成一团，不敢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告诉自己不要去看星辰，就当被狗咬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然而星辰却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看着苏月瑶的模样，心中的怒火更加旺盛。他用力一撕，苏月瑶身上的衣服瞬间化为了碎片，散落一地。眨眼间，苏月瑶已经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星辰愤怒地压在苏月瑶的身上，伸出手捏住她的下巴，恶狠狠地说：睁开眼睛看着我，看清楚我到底是谁。如果你敢闭眼，明天陆远义的药堂就在凤都消失，还有你主君开的铺子，我都有能力让他们在一夕之间全部化为乌有。你是不是觉得你娶了大皇子，或者崔副统领他们就能和我抗衡？哼，那我告诉你，赤沙阁在整个凤都每个府城每个县都有分布，凤都更是有6处，中间还不包括情报组织官员的把柄，还有赤沙阁下面的店铺、庄子、佃农等。如果我让整个赤沙阁全部出动，他们是会重创我，但是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甚至他们身后的家族女皇我也不怕。整个凤鸾国的边关我都有各个防守图，我要是把这些给了邻国，凤鸾国都不一定能存在着。苏叶瑶，你想多少人为了你死了？你说，你还有什么力量抗拒我？苏月瑶看着眼前的星辰，听到他说的话，顿时愣住了，连害怕都没有了。星辰这么强悍吗？他都这么有权了，还逼迫他干什么？他在整个凤鸾国都能横着走，女子不是随他选，他好像还睡了这样的大牢。星辰，
你脑子里有泡吧？苏月瑶此时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他真的不能理解，要是他有这么大的权势，早就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和杨千寻他们享受去了。苏月瑶，星辰被苏月瑶气疯了，多少年了，能把自己气成这样的人，坟头都长了多高的草了，甚至是连尸骨都没有了。星辰，你冷静一些，你都这么有势力了，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子，说不定你们还能一生一世一双人呢。你看我都要娶那么多郎君了，我都替你委屈啊。苏月瑶，今日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受罚。星辰没有给苏月瑶反应的机会，直接再次吻上苏月瑶的唇。这次的吻比刚刚还要凶狠，而且带着惩罚意味的侵略。苏月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瞪大了眼睛，刚想挣扎就发现星辰直接抽出她的腰带，动作迅速地把她的双手绑在了床柱上，然后又将她的双腿也给绑了起来。此时的苏月瑶未着衣物，顿时害怕地求饶道：星辰，你冷静一点，我错了，你别这样。然而星辰并没有理会他的求饶，反而更加用力地吻住他，同时用一只手按住他的头，让他无法躲避。苏月瑶剧烈地挣扎着，想要挣脱束缚，但他发现自己越是挣扎，绳子就勒得越紧。苏月瑶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星辰似乎完全不在乎苏月瑶挣扎和反抗，他的眼底闪过了一丝炽热，犹如燃烧的火焰一般，如狂风暴雨般，让苏月瑶疼到发抖，惊呼的惨叫。星辰又再次吻向她，把她的疼痛声吞没在嘴里。苏月瑶眼眶含泪，一息之间她就像是泄了力一样，整个人瑟瑟发抖，嘴里喃喃自语：我知道错了，星辰，求你饶了我，放过我吧。现在知道怕了，刚刚不是很勇吗？以后想如何对我？星辰趴在苏月瑶的耳边问道：我如何对主君他们，就如何对你，求你放过我。妻主，今晚可是你陪我的第3晚，我来好好侍奉妻主。苏月瑶像是烙煎饼一样被星辰折腾来折腾去，苏月瑶整个人几乎没有一丝反抗的力气。等到星辰彻底怒火消散的时候，苏月瑶已经晕了过去。她都有多久没有这么生气发怒了？她竟然为了他说的几句话而如此生气，更甚至不惜把嗜杀阁背景说出来。苏月瑶，是你先入了我的眼的，我本身因为父亲的那层关系想要放过你的，可惜了，既然你又出现在我眼前的，你怕是躲不过了。星辰此时的眼中带着浓浓的占有欲，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么多把柄，心肠又那么软，还敢跟自己要板？不给你些教训，就不知道学乖一点。等我对你没了兴趣，说不定会放过你。星辰轻轻地抚摸着苏月瑶的脸颊，闭上了眼睛。翌日4时已过，两人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眼见到5时的时候，苏月瑶才缓缓醒来。她睁眼看到自己躺在星辰的怀里，刚想动一下，就发现浑身疼得倒抽一口气。醒了吗？妻主知道什么叫受罚了吗？苏月瑶感觉自己身子从里到外的疼，这种感觉她真的不想再体验一次。想来上次早上醒来身子不疼，应该是星辰给她吃了什么药。疼。苏月瑶低下头，缩着脖子，疼得控制不住的流泪。下次还敢这么惹我生气吗？不敢了。记住你说的话，我的耐心不好，以后你如何对主君他们就如何对我，不喜欢我，厌恶我，也给我装得像一点，不然我有的法子对你。我知道了。就起身拿了一瓶药瓶，倒了一颗药丸喂给苏月瑶。苏月瑶吃下药丸，就感觉肚子暖暖的。星辰又再次躺了下来，搂着她说：再休息1个时辰就不疼了。
苏月瑶嗯了一声，闭上了眼睛，慢慢的，药效发挥作用般，苏月瑶熟睡了过去。但是在主院的三人整整等了1个上午。主君，七主今日不是要进宫吗？这个时辰还不出现，是不是出事了？再等等吧，我今早派人去了凌雪居，凌雪居的下人只说了一句话：星辰和阿瑶都还在休息。七主不喜欢星辰，为何还要去他的院子啊？星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昨日你们没有见星辰给阿瑶穿衣裳和戴的发簪，那是上好的丝织云锦。发簪上的宝石我只在宫宴上见封后戴过，是番邦进贡的。不知道当初我们想阿瑶娶了星辰到底是对是错，星辰背后的势力怕是惹不起。七主如今在他房中，他会不会伤害七主？我不知道。如今阿瑶没有从凌雪居里出来，我们就不能莽撞和星辰对上，不然受罪的怕还是阿瑶。主君，我们不应该让七主娶了星辰的。如果星辰一意孤行非要嫁呢，他背后的势力轻而易举的能把一个世家说灭就灭了，我们根本就拦不住。杨千寻此刻心情跌到了谷底。这边苏月瑶是被饿醒的，肚子一直咕咕的叫。他刚想动，发现浑身不疼了，虽然还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姬主是饿了？我可以起来吗？直接起身端了一盘糕点递到苏月瑶面前。先吃块糕点。甜而不腻又细腻软糯，糕点还带着桃花的清香，这糕点味道好好吃啊。最后苏月瑶吃了2块后，星辰就把盘子端走了。他眼底有一刻的不舍，但是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之后星辰拿出一瓶药油走了过来。先擦点药。没等苏月瑶反应过来，直接掀开了被子。苏月瑶就那么不着寸缕地展示在星辰面前。我自己来，可以吗？你觉得呢？开始把有淤痕的地方全部倒上药油，轻轻地涂抹开来。苏月瑶知道挣扎不开，只好闭着眼睛，但是她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双大手在她身上游走。当大手往她腿上揉的时候，苏月瑶整个人都有些发抖。她心里祈祷着这一切赶快结束，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呢。两人都没有说话。苏月瑶经历了昨晚后，她绝望地发现她一点抗衡她的力量都没有。本来还想着大皇子他们进门后会好一些，现在想想，真的是异想天开了。说不定他会连累很多人。除了大皇子外，其他人都是心甘情愿嫁给自己的，甚至对自己很好，他不能害了无辜的人。但是他不无辜吗？谁又能护住他呢？想到这里的苏月瑶感觉此时天都要塌了，灰败的深深的无力感。如今就这样吧，说不定顺着这大佬，他哪天觉得自己无趣就离开了。他以后确实要装一装，他如今看到他心里就有一丝害怕。在义县颐堂阁见他第一面的时候，他就一直觉得他很危险。女人的第六感真的太准了。苏月瑶看着满桌的美食，有了一丝力气，人还是要活着不是吗？如今还没有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他也给星辰造成不了一丝的伤害，最后受罪的怕还是他。好在他都是轮流去其他的郎君院子里，以后星辰这里也轮流来一晚，中间他再休息2天，等大皇子他们进门，1个月他确实来不了这里几次。这样算下来，苏月瑶的心里松了一口气。你今日怕是不会进宫了，一会儿跟我去个地方。哦。等两人收拾好，刚出院子的时候，发现春日和春霜守在门口。春日，你去和主君他们说一声，今日我不进宫了，我和世君出门一趟，晚上回来和他们一起用膳。好的，女君，用准备马车吗？不用准备，我已经安排好。好的，世君。刚出府门，搂着苏月瑶的腰，快步的往西南方向去。星辰的轻功很快，几乎走的都是人少的巷子。苏月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时候，星辰就带着她停到了一处院子里。苏月瑶落地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冷飕飕的，突然一群黑人包围了他们。黑衣人看清星辰的模样，立马跪了下来。阁主。星辰拉着苏月瑶走到正前面的座位，他直接坐了下来。
苏月瑶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满院子的黑衣人，这就是嗜杀阁的分阁。星辰拉着苏月瑶一个用劲儿，苏月瑶就坐在了星辰的腿上。顿时他感觉尴尬极了，这是要干什么？当着一群杀手的面秀恩爱？黑衣人像是没有听到苏月瑶的惊呼声一样，全部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阁主，您上次的行踪是由一个送信的信徒被暗示的人发现，才导致您被刺杀。人呢？已经在密室里了。暗示处理的怎么样了？回阁主，天字辈的杀手已经把暗示全部除去了，暗示的首领已经在密室了，剩下一些余孽还在抓捕，还需要2天。那些余孽一个不留，去密室。星辰直接坐到了中间的座椅上，苏月瑶再次坐到星辰的腿上。此时的密室墙壁上全部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甚至上面都带着血迹。幽暗的环境，恐怖的刑具，空气中带着血腥气。苏月瑶扭过头，不想看这些，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直观地看见如此残酷的东西。苏月瑶看到2个浑身是血的血人，直接抽了一口气。你们是谁？为何要抓我？不是想要本阁主的命吗？连本阁主的长相都不确认的吗？不可能，我下令杀的是嗜杀阁的一个杀手，你怎会是嗜杀阁阁主？那就看看你身边给你传消息的人想要干什么了。阁主，属下冤枉，属下没有故意暴露您的身份。一个闪身走到那名血人的身前，直接拿起一旁的烙铁放到此人的肩膀上。哼，还没有人敢在本阁主面前说谎。阁中除了天字辈的杀手，知晓本阁主的面容就是各个地方分阁重要的人员。你一个送信的信徒，只会暴露分阁的位置，而不是本阁主的面容。不可能，不可能的。说吧，为何和外人联合起来要杀本阁主？分阁给你提供消息的是谁？哼，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就是个杀人魔鬼，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雪人说完就想咬舌自尽，但是星辰更快，一个出手，雪人的下巴就被卸了下来。雪人口齿不清地看着星辰，恨不得要杀了他。苏月瑶看到如此血腥的一面，还有星辰的狠辣，心理防线碎了个干净，直接干呕出声。即使苏月瑶发出动静，屋里的黑衣人没有一人看向他。把他的嘴给本阁主撬开，查出来到底是谁背叛了嗜杀阁，查出来的人直接剁碎了喂狗。苏月瑶看到星辰过来，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如今的星辰带着煞气，有种毁天灭地的感觉，让他身心都带着惧意。如果说星辰想让自己怕他，他如今怕是做到了。在房中折腾他，确实是最轻的手段。之前的他还敢如此的对他摆脸，真的是在死亡线上蹦的呀。星辰从苏月瑶的眼中看到惧意，心里一顿。等到了外面，星辰抱起苏月瑶去了另一间包厢。你带我来这里是想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很厉害，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杀手。如果我不如你的意，这密室也是我的归宿。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星辰。我昨日已经答应你，会像对主君一样对你，你还做这些干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想着，我看到这些会怕得跪在地上求你？星辰看着苏月瑶如此崩溃，并没有多大表情，只是冷冷地说：你倒是想进密室体验一把。嗜杀阁密室只要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安然出来的，里面的刑罚就有上百种。苏月瑶，你觉得你能撑过几个？我是嗜杀阁阁主，想要我的命的人很多，我从不是良善之人，从我手里死的人我都记不清楚，所以苏月瑶，记得要乖乖的。今日你出现在嗜杀阁中，不出2日，整个凤都嗜杀阁的分阁都会记住你，不管你逃到哪里去，他们都能找到你。
你今日带我过来，一来是想要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手段，告诉我，你其实在房中那样子算是你最轻的手段，这里才是重头戏。二来，刚刚你让我坐到你的腿上，甚至当着你下属的面，也让他们记住我，这样我就再也逃不出你的手心了。星辰，如此你今日目的达到了，你从一开始不就是要求待在我的后院，让我喜欢你，真心对你吗？我答应你就是了，你不用再威胁我，不用让我再看这些血腥的东西。如今的我，包括我的郎君，不都在你的手上吗？你想要弄死我，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他明明就是想要告诉苏月瑶，让他知道他的手段，让他以后乖乖的对他，不要惹他生气，甚至做那些小动作。他的这双眼睛，每次看向他的3个郎君的时候，总是带着亮光，带着暖意，很像父亲看他的眼神。这样的眼神，他也想要苏月瑶给他，但是为何他达到这个目的后，他的心里并不高兴？他看他的眼神，永远没有看杨千寻他们那么柔和。星辰抱起苏月瑶，走进屋里的软榻，将她轻轻放下。他静静地看着她美丽的脸庞，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然后他低下头，开始轻轻地亲吻着她的眼睛。为什么这双眼睛看向自己，总让他不能满意？苏月瑶这次并没有躲闪，而是闭上了眼睛，任由星辰亲吻。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不再试图抵抗。然而当星辰的吻逐渐向下时，苏月瑶感觉到他的手在解开他的衣衫，他的身体下意识地颤抖起来，双手紧紧握成拳头，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他不知道接下来星辰到底会如何，也许又是那么无情地占有自己，但此刻他也无法抗拒，他对抗不了他。如今他能做的就是守好他的心。1个时辰后，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苏月瑶紧闭双眸，身体软绵绵地瘫倒在柔软的床榻上，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而星辰则满脸艳足，紧紧拥抱着他，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慵懒，似乎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满意。等2人再次回到府上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我要去膳食厅和主君他们一起用膳，你要去吗？小厨房那边已经送过去你日常喜欢的菜，府中的厨子做出来的味道不好，以后可以安排这边厨子单独给你做一份。不用麻烦了，我吃什么都一样。我明日要进宫去，之后还要回文人馆。等我想吃了，直接吩咐小厨房给我做。好。苏月瑶全程说话都带着一丝随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他对星辰的态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平和。星辰对苏月瑶的态度满意极了，嘴角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2人到了膳食厅。阿瑶，七主，你们专门等着我们呢，今日有事在外面耽搁了，我们快去用膳吧。几人都看到苏月瑶对星辰的变化，心里有些说不上的感觉，但是他们都没有多问，因为他们很明白，不管苏月瑶如何做，他们都不能知会，他们甚至不能去找星辰。星辰的势力，他们不能一击即中的情况下，只会给七主找麻烦，甚至事后还要七主替他们扛着。他们无法和星辰抵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苏月瑶安心，不让她为他们而烦心。这次和上次用膳不同，苏月瑶说了动筷子后，她开始给每个人加了对方最喜欢吃的菜，又给星辰加了。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或者让小厨房专门做。七主，我不挑的。苏月瑶这一次也吃了星辰专门让小厨房准备的菜式，中间还会说哪些口味更好之类的。整体的氛围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又感觉缺少什么。用过膳食后，今晚苏月瑶要陪杨千寻了，陆远义他们都散了。星辰看了眼苏月瑶，也抬脚离开了。杨千寻和苏月瑶2人回到主屋。阿瑶，你还好吗？我没事，很好呢，好的不能再好了。星辰的事情你们别说也别管，以后我会好好对他的。他今日算是彻底冷静下来。下午他和星辰在软榻上发生关系时，星辰不似之前带着惩罚的意味，他好像从星辰眼底看出了一丝眷恋，所以他一直在想，星辰是不是喜欢他，不然
为何他一直想要留下来当他的侍君，想要自己喜欢他，好好对他？如果是这样，之前有些他感觉不对的地方也就说得通了。星辰这样的杀手头头，怕是没有动过心吧，甚至是连动心都不知道的吧。既然知道这一点，哼，那他就努力让星辰喜欢上他，爱上他，到那一天，他倒要看看星辰还能会像现在一样折腾自己。其实阿瑶，我觉得星辰应该对你有些心思，甚至是喜欢你一点的。是吗？芊芊从哪里看出来的？连芊芊都看出来了，他还傻傻的觉得星辰就是单纯的想要折腾他。星辰想要嫁给你来给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看了他胳膊上的手工纱。他以前在颐汤阁那样的地方，他的长相气质，能守着清白的身子，那就说明颐汤阁要么是他的地方，要么就是他看了那么多的女子都从未心动过。纵然有阿瑶亲生父亲幼时的照顾，但一个男子想要嫁给一个女子，抛开家族联姻不说，最想要的也是自己喜欢的女子。星辰的势力有多大我并不清楚，但是他愿意上门来，甚至愿意当一个侍君，这就说明了他对阿瑶的不同。袁毅和袁景也看出来了。昨日我们看到了你走向星辰和他一起回去的样子，我们其实有些后悔，不应该劝你娶了星辰。我们身为男子，也许能看出男子之间的动机，但是阿瑶从来没有往这上面想过。还有阿瑶好像一开始对星辰就带着偏见，但是我们为了你的安全，还是让你娶了。我们当时就觉得星辰喜欢阿瑶，就不会伤害于你。但是我们好像想错了，你并不开心，甚至对星辰明显带着惧意。所以阿瑶，你不管如何做，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存在让你感到委屈，也请你不要为我们而妥协，做你想做的，即便是要了我们的性命，我们都不会怪你。芊芊。苏月瑶听到这些话，很是感动地抱住了杨千寻。芊芊，我没有那么好，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好，不要。芊芊不要看我，就让我抱着你。苏月瑶几乎用了最大的力气去抱他，杨千寻没有再动，手轻轻地环抱住他，任由他发泄哭泣。等苏月瑶平复下来的时候，杨千寻胸口的衣衫都沾了苏月瑶的泪水。阿瑶哭得如此伤心，这要是被人发现，我怕是免不了被罚。我才不会让你受罚的，芊芊是这天底下最好的人。我也是有私心的，星辰进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好怕。阿瑶以后只喜欢他，星辰那张脸，每次我看了都喜欢。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子穿粉衣服能穿得那么好看。芊芊，你这样的想法不要有，以后不要觉得美的我都会喜欢，越美的事物就越危险。听说陛下今年又要选秀了。什么？陛下都快40岁了吧，还选？要多大的男子？我的消息是3品以上未出阁、未定亲、年满17的男子都要参加的。这相差20多岁呀，女皇艳福不浅呢。所以阿瑶，接下来你要小心一些，因为并不是有很多世家都想把男子送进宫里。这段时间凤都城怕是会给自家二郎挑选合适的妻主了。阿瑶可是排行第一想嫁的女子呢。他无意招惹的星辰都要了他半条命了，以后会如何他都不知道。宫里还有一个待处理的大皇子，他现在觉得这里的男的很恐怖，不正常的太多了。阿瑶也别怕，想来星辰会出手。再说你未娶的郎君各个世家不凡，轻易不会有人上赶来的。大皇子进门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中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瑶，你明日从宫里出来，傅统领应该会找你的。他的年纪要是到了必须出嫁的年纪了。崔家那边是想你和傅统领领行婚书，去官府备案一下。我知道了，崔家我是不是要上门一趟？婚书可以先领了，等大皇子进门之后，阿瑶再亲自上门给崔家送礼求娶傅统领吧。好，芊芊这些事情你来安排吧，提前告知我就好。我会安排好的，阿瑶，先去沐浴吧。苏月瑶沐浴过后，拿着桌子上的祝运果直接吃了起来。但是吃着吃着，她突然觉得这个清甜的味道好熟悉，她想起来了。她昨晚被星辰折腾的浑身疼的不能动的时候，星辰为她吃了一颗药丸，缓解她身子疼痛的就是这清甜的口味。不会吧，
那个药丸不会加了朱晕果成分吧？那今天他们在嗜杀阁分阁发生关系，不会中奖吧？他才不要生下星辰的孩子，他还想握着星辰的心后把他往死里虐呢。虐顺了让他留下来看他和其他郎君恩爱着，气死他；虐不顺了就把他扔了。还有怎么了？芊芊，这朱晕果是不是有缓解女子身子不适的作用？是不是可以入药的？这个我并不知道，但是女子第一次还有每次和男子同房的时候，吃朱晕果女子会舒服一些，能不能入药我不清楚，你可以问问远意，说不定他会知道。但是这里的怀孕率这么低，很多女子天天吃也还不是没有怀孕。她要平静，不要自己吓自己。阿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没事，我就是想到了一些事情，咱们休息吧。这晚的杨千寻格外的热情，苏月瑶也格外的迎合他。虽说他心里觉得不可能，但是还是有些害怕，所以格外的缠着杨千寻。要说生孩子，他如今真心最想的就是给杨千寻生。芊芊对他真的太好了，最好给他生个女孩子，即使他后院再多人，芊芊的主君之位也都稳了。两人一直闹了半夜才停下来。翌日，苏月瑶在杨千寻喊了好几遍后才起来。到了宫门，苏月瑶发现崔阳站在宫门口。苏女君。一阳，你怎么在这里？今日不是去禁卫军营训练吗？今日我是专门等你的，我最近有些忙。上次你提供的弓弩做出来了一些，效果很不错，我已经在挑选合适的禁军人选在训练了。还有苏女君提供的练兵方法，效果也特别显著。能帮到你就好，我今日还带了一些对你很有用的东西，等我见到陛下，问问陛下的意思。是吗？那我就很期待了。两人走在公道上，聊着最近的事情。你又纳了一个弑君，对吗？苏月瑶没有想到崔阳会问这个，刚想回答的时候，崔阳立马说：苏女君不要误会，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最近凤都很多都在传你纳的弑君特别绝色，我有些好奇罢了。是纳了一个，中间有些关联，不方便和一阳说太多。一阳，为何我纳了一个弑君你会知道啊？苏女君如今是凤都最想嫁的女子，人人都盯着你的后院呢。我父亲昨天还说我速度快，不然怕是也没有机会了。我目前不打算再娶和再纳弑君了，所以你就放心吧，等我娶了大皇子后就娶你。苏女君真的不娶郎君了吗？家父已经在给合我们的八字了。你刚刚还说只是有些好奇的，看来你的心里也不想要我多娶的。苏女君，世间的男子哪个希望把自己的妻主分享给其他人的？只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罢了。如今这女子的出生率这般低，怕是再过去几十年，男子嫁人还会更难呢。苏月瑶不知道怎么说，女子稀少，他们才有如今男子伺候的场面，她无力改变什么。她这么猜，要是这里的女子地位不高，她怕是死得快快的。一阳，陛下要选秀是真的吗？真的，今日已经下旨了，陛下也是被朝堂的言官逼的。如今陛下膝下只有一个皇女，还是陛下身边的内官所出，身份一直是大臣诟病的。好吧，陛下也挺不容易的，操心国事不说，还要努力生娃。苏女君这话说得不错呀，陛下其实并不想选秀的，但是有些事情也不是那么好阻挡的。崔一阳一路陪着苏月瑶到了御书房门口，多谢一阳，我先进去了。好。苏月瑶独自一人进了御书房。臣苏月瑶叩见陛下。起来吧。陛下，臣今日主要是向您求取大皇子殿下的，臣准备了4样礼，还望陛下不要嫌弃。第一样是苏月瑶那天画的百鸟朝凤图，女皇看到后眼神闪过了一丝欣喜，立马走了过来。好画。福安，把画挂到朕的寝宫里，朕回头再好好看看。好的，陛下。福安立马示意内官收好画，内官小心地把画收好，退了下去。第二样是苏月瑶准备的10万两银票。陛下，这10万两银子是臣自己挣来的，算是臣的心意。
女皇点了点头，苏月瑶身后并没有母族可靠，能自己拿出来这么多银两也是有心了。第3样，苏月瑶拿出了一张契约。陛下，臣日后会在凤都的七路书肆拍卖画作，还有臣会写一些类似劝学的文章放到书肆里，让文人们翻阅。臣的目标是在整个凤鸾国开满七路书肆，让各地的文人都能有机会看到更优秀的文章。这份契约就是七路书肆盈利的30%赠给陛下。朕拿了你书肆的30%，你可有想要的？陛下，臣想让您赐块匾额。朕就说你心里打着盘算，看你此做法立名的情况下，朕同意了。多谢陛下。陛下，第4样是臣献的一本书籍，请您亲自看。女皇掀开第1页，开始看了起来。一盏茶过后，女皇都没有抬头。又过了一盏茶，女皇抬起头看着苏月瑶的眼神都变了。苏月瑶，这是兵书。是的，陛下，臣愿意将兵书献给陛下，祝陛下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将军，护凤鸾国百姓安危。好好好。苏月瑶，你手里可还有其他书籍？陛下，目前是没有了，臣会努力找寻的。朕不问你这书从何来，但是苏月瑶，以后有立国立名的书籍必须要交于朝廷。臣明白的，臣不会做出任何危害凤鸾国的事情。好，你这兵书你有何想法？兵书已经献给您了，您来安排即可。但是臣想把兵书给副统领一份，毕竟她也嫁给臣的。可以，但是除了副统领，这书不得外传。臣明白。福安，宣副统领。苏月瑶，你去见见大皇子吧。你们2个婚期也不远了，大皇子的嫁妆过几日会送到你府上。好的，陛下。苏月瑶行礼退下，就直接离开御书房了。内官把苏月瑶领到了专门的会客地方，静静地等着大皇子的出现。没一会儿，大皇子出现后直接说道：本皇子听说苏女君新接纳了一个绝美的侍君，怎么有空来看本皇子了？殿下安。苏女君是真心喜欢那个侍君的，不回本皇子的话。我那的侍君是有些原因在的，还请殿下不要介意。你们女子自古薄情寡义的，自己风流快活，非要让我们男子从一而终，哼，虚伪。本皇子的聘礼画作你可画好了？还没有画完，等我画好后第一时间给殿下送来，让你确定下。苏月瑶，最近不见我，可有想我？那殿下可有想我？苏女君如今正得母皇喜欢，不怕本皇子了？殿下这话问的，我们都要成亲了，我为何要怕你？这几日被星辰那么折腾，他的耐压力大大的提高了。虽说他现在还不敢和星辰硬刚，但是其他人他一点都不怕。大皇子身为皇室中人，朝廷法规可是塑在他的身上的。哼，几日不见，当刮目相看。苏女君你很不错，本皇子没选错人，你比那些蠢笨的世家女子强太多了。大皇子，这话还是不要轻易说出口。朝廷规定，男子不能随意辱骂女子的。本皇子的名声在世家女子中传得开开的，所以苏女君怕是劝错人了。哦，那我不说了。来，给本皇子说说，你是怎么改变的？之前性情软绵绵的，如今倒是有几分强劲了。这有什么好说的？之前觉得我一个平民百姓如何和陛下宠爱的皇子对抗，如今有了官职，我就不怕了。只是他心里清楚，他的改变是完全因为星辰。虽然觉得星辰对他有些心思，又或者喜欢他，其实是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不这样说，如何安了千寻他们的心？一想到星辰的手段，他确实害怕。一想起密室里发生的事情，他都下意识的想吐，不舒服。但是他又不能告诉杨千寻，甚至任何人，
星辰的势力如此之大，如今怕是没有人能替他遮风挡雨。现在的他只能靠自己，他也不能利用崔阳他们。他不忍对他很不错的人因他受到牵连。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星辰都能忍着害怕平静和他相处，其他人又算得了什么？大皇子是有些疯批，但是他除了嘴上说说，倒也没有做出伤害他的行为。也许他们是能好好相处的。苏月瑶，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大皇子皱起眉头，紧紧地盯着苏月瑶的眼睛，试图从他的眼神中找到答案。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涌上心头。眼前的苏月瑶与往日相比，似乎有些不同了。他那双原本明亮如星辰般的眼眸，此刻显得异常的平静，仿佛一汪深不见底的湖水，波澜不惊。这样的变化让大皇子心生疑惑，他不禁想起了曾经那个眼中闪烁着光芒、充满活力和期待的少女。那时苏月瑶情绪几乎都能让人看出来，害怕的、担心的、坚决的、温暖的，让人不自觉地被她吸引，想要靠近她。然而现在，那光芒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眼底隐忍的情绪和平静。没想到大皇子能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不同，不愧是宫里长大的孩子。我能发生什么事情啊？只是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大皇子，我们见的第一面其实印象并不好，如今陛下赐婚，婚期也要快到了。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好好相处。如果你想和我做真正的夫妻，我会满足你，也会好好对你。如果你只是想要利用我逃离这皇宫，以后皇子府你可以随意生活，我绝对不会打扰你。那你呢？我如果不回答你，那你准备如何对我？殿下，这段赐婚其实从头都是你和陛下主导的，我没有决策权。你要是让我决策，你当时把我掳进皇宫，伤了我的侧君，你想要进我的后院，你必须给他道歉。而且感情是相互付出的，我一个女子在这里不缺男子的侍奉，你既然要我对你不同，你又高高在上的看着，你觉得会有女子喜欢吗？苏月瑶，大皇子，你不必生气，你是陛下最喜爱的皇子，你是比其他人有资格叫纵些，我也可以纵着你，但是前提是你的心要给我。苏月瑶，本皇子还没有嫁给你，你就想要本皇子的心了？是啊，你不是说了吗？女子薄情寡义，虚伪得很。我即使在这里真心喜欢一个男子，想要守着他，给他一生一世一双人，但是朝廷法规呢？我一个无家族可依的女子能抗衡得了吗？如今的我不想再做那任人欺凌的主，进我后院，想要我真心以待的，必须要身心都属于我，绝不背叛于我。不然我费劲娶回来干嘛呢？供着吗？还要时时防着他，说不定哪天防不好，背后就被刺上一刀。苏月瑶，你变得真快呢。这样的你，倒比之前更加让人喜欢了呢。我如何变，都还是我。真心对我的人，我一把真心给他。我接下来要做很多事情，我的郎君必须和我站在一起。如果本皇子把心给你，你又如何保证不变心呢？你可以有无数个郎君，而我们嫁给你，就再无其他可能了。那就看你们敢不敢赌了，毕竟不是我非要娶你或者其他人的，你们选中了我，中间带来的风险不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吗？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苏女君如此伶牙俐齿呢。大皇子，你自己想清楚吧。你虽为皇子，但是一旦嫁给我，我为你的妻主，就是你要侍奉照顾的人。陛下是宠爱你不假，但是言官的眼睛可是看着的，出了事情，陛下也不好护着你。不然，为何陛下选了那么长时间，你也挑了那么多人，最后定了我这个无任何家族可依的？苏月瑶，你真是聪明呢。母皇如此看重你，直接封你官职的原因原来在这儿。本皇子还以为你只是作画了的。哼，我嫁给你后会老老实实待在皇子府，不会去主动招惹你的其他郎君们。但是苏月瑶，你必须在外给我身为皇子的体面，也不能让其他郎君犯到我的头上。我在宫里见过太多勾心斗角，
我是想逃离这里不错，但是我确实见你第一眼的时候觉得你不错，想要嫁给你。你要是真心的想要嫁给我，以后脾气就得给我改改，不要总带着阴冷的笑意。你说的其他要求我可以做到，但是你进门之后必须要给我的大策军道歉，你当时派的暗卫可是伤了他。哼，抬脚往外走去，终于把难搞的人搞定了。他之前性子是太软了，总是害怕伤害别人，自己不强上一分，怕是以后有的被欺负了。你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跟着本皇子？我以为大皇子要回寝殿，想想如何给我的侧军道歉呢。苏月瑶，殿下这么喜欢叫我名字啊？再让你叫几次也好，毕竟嫁给我之后，男子直呼妻主的名字，我要是不满，大皇子怕是也要受罚的。原来气人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大皇子被气得剧烈的喘息了2声。哼，很好，很好。那未来的妻主，等到我们成亲那天，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你到时候还有没有力气如此气我。洞房花烛夜，他倒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本来就想直接把人娶回来放到皇子府的，而且这大皇子高傲疯批性子，应该不喜欢女子触碰的吧？哼，你这是什么眼神？成亲那天，母皇的人会跟着去皇子府的，你想让母皇第2日就传唤你？哦，大皇子还是担心的有点早，等到了那天再说。毕竟第2日我们也是要进宫谢恩的。苏月瑶，本皇子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嘴这么硬呢？我的事情你不知道多了，你让我跟着你去哪儿？一会儿我还要和副统领去领婚书呢。苏月瑶，别气了，之前你宫里人少，只有若谷一人真心守着你，陛下如今给你宫里添了多少人，让他们看见不好。大皇子带着苏月瑶走到一处屋子门口。殿下。进去的苏月瑶差点被闪瞎了眼。这里是我的库房，是这些年母皇赏赐给我的，还有谢策军的嫁妆，母皇都给了我。你去给你的郎君们选上1-2件，当做我之前绑你让他们受惊的赔礼。大皇子打算只给赔礼，不亲口说。等我们成亲之后，我会给你的大策军道歉，可以了吧？他长这么大，谢策军以前压着他认错的时候，他都没有低头，他都不相信自己有天会为了一个女子去给一个男子道歉，真的是让他憋屈。他们想来会很喜欢你准备的赔礼，我就不客气的去挑喽。没想到这大皇子也这么听劝，明明眼神中带着抗拒，还是答应他了。也许他并不是那么难相处，也许之前的样子都是他的保护色。他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只发簪，这个是之前我和玄二公子去城东小岛上，给你们每人都挑了1枚发簪，一直忘记给你了。但是看你这库房的东西，我觉得你应该不喜欢。送人的东西怎么能随意收回去？苏月瑶看着大皇子傲娇的神情，笑了笑，开始在库房里认真挑选起来。殿下，你的库房怎么有这个？我8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母皇给我请了许多名医，有位名医用的就是金针刺穴。母皇听说，把他之前珍藏的这套金针刺给我，我扎了半个月的针，身子慢慢好了。之后这金针就在库房里一直放着。我策军可是行医的，金针我可否送给他？可以，留在这库房里也没有什么用。最后大皇子又拿出了一个盒子递给苏月瑶。这是什么？我还有礼物。里面是一套做工精巧的首饰，发簪、项链、耳坠、手镯，这是要给我的。那就多谢大皇子了。以后你可要好好对本皇子，不然本皇子肯定会好好收拾你。哼！苏月瑶看着离开的大皇子，嘴角带着一丝笑容。疯批的大皇子怕是要变成傲娇的小王子了，这样也不错。皇宫一直压着他，以后也希望他能平安喜乐吧。苏月瑶选好的东西有专门的内官会送到苏府。苏月瑶在离开大皇子宫殿的时候，一个内官出现说道：女君，殿下说让您记得早日把聘礼画作送过来。我知道，
内官回去回复大皇子，我一定把他画得很好看的。苏月瑶离开大皇子宫殿，刚出了宫殿大门，就看到门口的崔义阳。崔义阳此时整个人都带着一丝激动，想来他是看到那本36计了。苏女君，义阳是看过那本书了，我让主君单独给你抄了一本，回头专门给你。多谢苏女君赠书。不用谢，以后我们也会是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的。苏女君这书来得珍贵，崔家会备上厚礼上门的。刚刚在御书房的时候，陛下还特意说了，这书苏女君特意求了陛下单独给她一份的。崔家虽然掌握禁军，但是也是要学习兵法谋略，他们的藏书确实都不如这本。真不用，我是觉得你要嫁给我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这书理应给你的。苏女君，他真没有想到一本书会让崔阳这么大的反应。一阳，今日我们要领婚书吗？苏女君如此好，我都觉得配不上你了。一阳，你真的不用这样，咱们按照之前的相处就好。再说这么好的书也不止一本，将来你说不定……什么？还有其他书？一阳，我们不是要早早离宫去府衙吗？父亲已经和府衙那边说过了，咱们一起过去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早点去府衙吧。两人到了府衙，府衙有专门存放户籍的地方，古代户籍文书还有奴仆的卖身契之类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户籍牵涉到赋税、徭役等。苏月瑶来到凤都的时候，就是带着义县的盖章户籍文书和官府开具的录印才能入凤都城的。如果没有这两样，男子被发现是直接充军，女子严重的要冲入女楼，所以户籍很重要。如今女子稀少不再嫁人，大部分都是在家族里自立一个女户，取得郎君户籍都会归到女子户籍里去。而且女子只有娶主君和侧君的时候有婚书，世君以下是没有婚书的，只会在女子户籍里面写上一个姓氏。男子即将年满22岁没有嫁人的，官府会提前2个月告知，最后给个期限。不想被官府充军或者买卖的，都会在最后2个月登记婚书，半年内成亲的也就可以躲过去了。崔阳的年纪实在是等不了，如果苏月瑶不出现，女皇也会干预，直接给崔阳赐婚。苏月瑶到了户籍室，里面的官员立马找出她的户籍文书，婚书之前崔家已经送了过来。苏月瑶和崔阳各自签了字，按了手印。从这一刻开始，崔阳就算是苏月瑶的侧君了。苏月瑶从府衙出来，伸了一下胳膊，今日事情终于忙完了。月瑶，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可以的。月瑶，从今以后我一阳绝不负你。两人既然领了婚书，就已经是夫妻了。崔阳在没有嫁给他之前，他身上会不自觉地发出压迫感、冷意的神情，但从陛下赐婚后，他能感受到崔阳对他的体贴，也会把身上的气势收一收，很为他考虑，让他挑不出一丝的问题。确实是很合适的郎君人选，关键是还有权。禁卫军管着凤都的安危，只属于陛下。月瑶，我们婚书已经签了，你过几日就上门找父亲，定下咱们成亲的日子，可好？好，我本也打算拜访的。等你确定好了时间，让下人通知我一声，那天我来接你。我知道了。这边苏月瑶进了府邸，林雪君星辰就得到消息。世君，女君已经回到家中了。他有没有问主君我们？问了，午膳让厨房送到他书房去。星辰明显脸色有些不好，直接嗤笑了一声。看来他还是不喜自己，按照平常其他郎君在家，他怕是要去陪着的吧。世君，还有一事，清晨任务完成，目前已经在分阁中，分阁的叛徒也已经处死了。这次星辰是从正门走的，而且很规矩的告知门房他出门了。他晚上倒要看看苏月瑶会不会问他的事情。苏月瑶并不知道星辰已经出门了，此刻他正坐在书房的桌子前吃午膳。他想把七路书肆办起来，最快的就是拍卖画作。
明日上午他还要去文人馆去教夫子布置的画作，画舫相对文人馆其他科目时间上确实宽裕很多。他回家画就是为了躲着其他科目的夫子，让他去其他坊学习交流，他一点都不想。一个下午，苏月瑶先是把大皇子人像画了出来，又给崔阳画了2幅画，就开始画准备拍卖的画作。等到天黑了，苏月瑶才停下笔。他接下来还要把准备现代背过的《论语》《孟子》之类的书默写下来，他感觉时间真的不够用，也怪他之前太过懒散了。阿瑶，芊芊忙回来了。今日下午陛下亲笔所写的盘匾送了过来。陛下动作真快啊！我准备举行一场拍卖会，只是画作我还没有准备好，今日只画了2幅。阿瑶的作画越画越出众了，这是你给大皇子和副统领的聘礼图？是啊，大皇子今日因为上次他私自把我掳走，让你们担忧了，专门带我去他的库房给你们选赔礼呢，我亲自给你们选的。走，去看看去。阿瑶，元英他们已经回来了吧？在膳厅等着呢，我们先用膳吧。好啊。到了膳食厅，苏月瑶看到只有陆远义和陆远景2人，并没有看到星辰。先是松了一口，又想到什么，对着春日问道：世君今日在忙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用膳吗？今日午时的时候，门房说世君出门了，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吩咐小厨房给世君做好膳食。好的，女君。几人用过膳，苏月瑶把大皇子赔礼送给他们。元义，那次大皇子害你受伤，等大皇子进门后，他会亲自给你道歉的。苏月瑶把金针递给陆远义后说道：多谢七主，大皇子把金针当作赔礼已经可以了，七主不用为难的。不为难，他害你受伤就应该道歉。几人都很满意大皇子的赔礼，心里的担心也少了几分。他们看到苏月瑶不那么抗拒大皇子，更是松了一口气。芊芊，这2日你没事把府里再查一遍，我觉得有人把府里的事情往外传了。外人在关注他的后院，因为别人只知道他纳了世君，不会如此传星辰的面貌。阿瑶，我会让人严查的。查出来的下人直接赶出府去吧，也警告其他下人，再有如此的行为，直接就发卖。阿瑶放心，我会安排好的。星辰晚上回来的时候，下人告诉他，苏月瑶用晚膳的时候专门问了他。一瞬间，星辰身上的低气压少了很多。之后接下来的2天，苏月瑶去了文人馆教了画作，几乎都待在了书房作画，有时候画累了会到院子里走走。杨千寻白天都在书肆安排，陆远义和陆远景也都去帮忙了。苏月瑶还画了一份传单，让他们临摹出来发放到各个世家。阿瑶，用过早膳了吗？七主，我用过了，你们呢？我们也已经用过膳了，七主，我们好久都没有一起出门了。确实是，我最近确实是有些忙了，等忙完这阵子，咱们去郊外踏青去。七主真好，文瑞一直说他家在城郊，有处庄子，视野开阔，还有马场。七主，我一直想去呢。是吗？我忙完这几日还要去文人馆几天，之后就要娶大皇子了，短时间去不了。七主，你不用听远景的，他就是待不住的性子。以前在义县也是3两头往外跑。等大皇子进门后，我们再考虑看看吧。我其实也想出去散散心的。好的，七主。我明日上午还要去趟文人馆。芊芊，给大皇子的聘礼画安排人送进宫了吗？已经送进去了，大皇子那边并没有派人传话。我知道了。几人到了书肆，发现里面有很多人围着。芊芊，这么多人都是来买书的吗？你想多了，七主，这些人呐，都是来偶遇你的。什么？偶遇我的？阿瑶，陛下赐的牌匾送来的时候，一瞬间整个凤都都知道这书肆是你开的，很多未婚的公子们每日都会来看看，你会不会出现啊？芊芊，你还笑得出来？这些人都围在大门口了，我们如何进去啊？有后门的，我们从后门进去，那里偏一点。七主也不用担心，这些人没看到你，一会儿就离开了。2楼有专门给七主准备的休息的地方。那就好。他可不想被一群男子包围着，像看猴子一样看着他。
楼下的公子们没看到苏月瑶，慢慢的人都离开了。苏月瑶在书肆里看了看星辰昨日送的书，几人都有些震惊星辰的大手笔。七主，这本遗书我能出钱购买吗？这些书很特殊。阿瑶，大部分都是孤本，这些应该是珍藏的。星辰到底从哪儿来的书籍呢？